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叫做内观。首先，我要先跟内观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我把你想得太简单了。其实我去之前我就知道，在这10天是不能够说话的，然后是连跟同学就是眼神都不能交汇到的。我原本想说应该蛮简单的吧，结果我错了，真的很难，是一种内在的锻炼。每一天你要打坐10个小时，虽然它不用花钱，我一开始觉得好像很棒。然后我工作这么多人，完全不用管我的手机、跟我的平板、跟电脑，感觉就是一个身心的大解放。错了，功课超级多，超级多。但是我也必须很真心的说，我真的收获满满，所以今天才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内观到底是什么。Vipassana， 它呢其实是佛陀在2500年前所发明的一种禅坐的方法。佛陀呢，也就是悉达多乔达摩，他呢其实不是神，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是个凡人，但他是印度北方很靠近喜马拉雅山山脚下的释迦族的一个小王子。小王子好像不太对。悉达多乔达摩呢，他是印度一个小国的王子，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人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呢，他其实在29岁的时候呢，决定放下一切的荣华富贵了。他有老婆跟小孩哦，但是他放下了这一些，然后他就离开了皇宫，然后出去苦修。那在这个苦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教禅坐了。他也跟随过2位很重要的老师。在某一次的禅坐当中，他看到了他自己轮回了无数辈子，但是都没有办法真的解决到痛苦的根源。后来呢，他就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内观法，然后把这个东西就是流传下来，推广给每一个就是跟他学习的弟子。所以内观法呢的重点其实是要去消除你所有的烦恼的根源。然后现在在台湾的内观中心呢，核心人物呢叫做格印卡。格印卡老师呢，他其实是一个印度人，他在2013年已经离世了。那他也是因为他以前还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在缅甸那边学习内观，然后他觉得这个方法很棒，后来也成为了一个老师，那就在全世界各地开始盖很多的内观中心，在教跟推广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虽然是佛陀当时发明的，但是它是不限宗教的。所以呢，你是任何的信仰都可以。像在台湾呢，男生呢现在在嘉义上课，那带领男生的内观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位神父。那我们女生呢，上课的地方呢是跟观音寺借的场地，因为现在高雄台湾自己的内观中心正在整修啦，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哇，其实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可以来学习这个方法，然后也可以从这个方法当中得到好处。那所以痛苦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解决它？佛陀呢就发现了，哇，我轮回了无数的辈子，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痛苦的根源，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有喜欢，还有不喜欢。然后呢，这个喜欢跟不喜欢就会造成我们的执着。例如说，我对我喜欢的感受，我就会有贪爱。就是呢，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它给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会希望这个感受永远不要消失，我会希望它一直来，一直有。如果消失了，我就要再度的追求，再度的追求。所以就很像我们说，喝酒的人，我们会以为他是对酒精上瘾，不，是因为喝酒带给他一个他很喜欢的感受，他对这个感受上瘾了。而人只要对于感受上瘾了，你对于他有执着了，你就会开始有痛苦，因为如果我得不到这个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痛苦。那痛苦的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我不喜欢的感受。当我一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赶快把它排除，我会憎恨它。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对于喜欢的感受，我们有贪爱，希望它不要消失，一直持续；对于不喜欢的感受，我希望它赶快消失，我憎恨它。这就是因为这样的执着没有放掉，所以才会有痛苦。所以内观呢，就是在练习我们如何不被这样子的感受给制约，我们不会再对这些感受有执着。那内观到底要如何练习呢？非常简单，简单到让你有点难相信。观察呼吸，观察感受，什么意思呢？新生呢，如果你去内观中心，你只能上10天课程。10天课程的前3天呢，我们在练习的就叫做观察呼吸。这3天呢，我们在练的其实是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要练习，我们只能够观察嘴唇以上到鼻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范围。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这里，去感受这里有什么感觉。我要观察我自己呼吸的时候，这一次气息是从左边鼻孔进去，还是右边鼻孔进去，还是两边鼻孔一直进去？出来的时候是右边出来，还是左边出来？我有任何酥麻的感觉吗？还是气息通过我鼻孔的时候湿热的感觉呢？还是我现在有鼻塞呢？还是我鼻子痒呢？还是我鼻子突然间有点痛呢？前3天就只能这样观察你的鼻孔，目的就是在练定性，练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的心定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注意力可以缩小到这么小的范围来。在这3天，其实你不只在做这个练习，你同时也会发现，你这3天的时候，你有好多很狂野的想法，很多你的心思、你的念头不停的跑。虽然你只是在观察你的呼吸，但是其实你也在观察你自己内在的头脑、你的想法，你就会发现到，哇，我的心真是一匹狂野的野兽啊，类似这样子。但是呢，随着时间过去，到第2、第3天的时候，其实念头啊、想法真的会越来越少。那这3天就是在练这个定性。有的人熬不过，那这2、3天他就会先离开了。要不是我要拍这个影片，我真的差点撑不过去。好，第3天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进到好玩的地方了。我的注意力可以放在这了，那我现在可以练习把注意力放到我全身上下来做扫描，从头开始。依照它的说明，然后慢慢的练习，可以扫描到全身上下，从头到脚，甚至从里到外，穿透身体，内内外外的扫描。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出现，哇，原来我的感受超级多哎。好比如果我每天要做10个小时在蒲团上面打坐，你一定会有很不舒服的感受。你的脚会麻，你的背会痛哦，然后你的肩膀很酸，然后我不能动，现在有蚊子来咬我哦，我觉得鼻子很痒，各种你不喜欢、不舒服的感受就会发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刚才说了，练习内观的重点就是在观察自己的感受，要对感受放下执着嘛。所以呢，内观的翅膀一个就是觉察，另外一个就是平等心。这个时候在练的就是一种平等心。什么叫平等心呢？因为呢，当我们这样子开始不停的观察、扫描自己全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很不喜欢的感受，但是我们要练习用平等心看待它。哦，我很不喜欢，很痛，很重，我就观察一下这个会持续多久。哦，会消失。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喜欢的感受。例如说全身的酥麻我觉得我自己就很像是能量的聚合体很多的粒子舒服，有气在跑，也会消失。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是对于我喜欢的感受不执着，对于我不喜欢的我也不执着，因为它们都是无常，会升起也会灭去。那就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去练习我如何放下我的贪爱，以及如何放下我的嗔恨，这个是他们的用语。当我们这样子持续的练习的时候，把这个智慧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跟我们整个宇宙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宇宙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但是这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道，我们没有真的去体验。那借由内观这么浓缩的10天的课程，你就会在里面用你的身体的感受，你就会发现喜欢的感受会来，喜欢的感受会走，讨厌的感受会来，讨厌的感受也会走。然后在这个里面不停的练习，用一种面对无常的平等心去看待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就是内观想要去传递的一个这样子的智慧。那大家可能接下来会想，我只是去那边观察呼吸跟观察感受，那我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内观的方法运用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后来自己做了这10天以后，我发现到，因为我已经在那边练习到，当我有愉悦的感受或是不愉悦的感受的时候，我不会立即的做出反应。好比我不会要求它要持续，或者是我也不会要求它要赶快消失，我会进入一个客观的观察，用一种很平等的心态去观察它。所以呢，到我的生活当中，当有一个人惹我生气，以往我是会直接生气的，但是现在呢，我会开始去练习，他让我身上出现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感受，
因为我先客观的观察，而在观察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一个缓冲，可以去决定重新选择我要怎么回应这个人，回应这个情况。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个缓冲，我开始不会只用过去的那个循环，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一直在做一样的反应。我重新有了选择权，然后重新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真的如我所想吗？那我到底怎么回会比较好？那么开始我们的视角就会开始变得更广，然后变得更广以后呢，其实就会开始有更好的决定可以产生，或者是更周全、更圆满的决定可以去做。所以我觉得，其实内观带给人们以及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智慧，就是面对无常的更迭，以及觉察带给我的一个重新选择，然后用一个更周全、更有智慧的视角去面对困难。那内观为什么免费？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哦。因为创办这一连串内观中心的核心人物格印卡老师，他在里面也有说，以前他们曾经在美国开内观中心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教这个方法是无价的，但是我吃跟住可以收钱吧？因为如果都不收钱的话，当时美国的人跟他说，这样子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邪教？你是要来卖我什么奇怪的东西？你一定是假的，反而大家会起怀疑，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收一点基本的吃跟住的费用，让你们来上课。后来发现很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因为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付了我吃跟住的钱，然后就说我吃这个哦，我睡这个哦，这个床有点太硬了。你开始会对于你很多你自我的喜欢跟不喜欢，马上又再跳出来。因为其实内观在练习的就是要放下这一些自我，放下这一些执着嘛，要去消融自我的。可是如果一旦你付了钱，你会有一种等价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付了这个钱，我应该要得到我喜欢的啊。反而你的自我会开始越来越膨胀，完全没有达到消融自我的效果。所以后来呢，他们才会决定我就不收钱。但是呢，如果你上完这10天的课程，你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对你有帮助，欢迎你自由的乐捐，不管是捐钱，或者是说，你来当志工，其实都很棒。最后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其实2500年前佛陀所见的世界真的很苦，可是现在非常的快乐啊。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阶层是可以更自由的去流动阶级的。然后，其实我们努力，我们认真用心的话，是很能够去翻转自己身份地位的。有很多的体验都可以不断的再去扩展的。所以跟2500年前的社会条件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觉得，佛陀有道理，但是可能也是从他的那个背景来看的，跟我们已经真的有一点不一样了。坦白说，你想象看看，如果你是2500年前种姓制度之下的印度人，你生而为人就是一个奴隶的话，那你确实一辈子就只能一直付出劳力，一直付出劳力，然后服侍你的主人。那你确实也只能在精神上面去求解脱，放下你对于喜欢跟不喜欢的执着，你只能这样做了。但是呢，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奴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勇敢的去活出自己的。再来第二点，当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所以一切都是无常，都会生也会灭，那我到底要用什么心境去看待无常呢？我后来呢，自己得到的一个结论其实是感谢。因为其实就算是我喜欢的感受，我喜欢的经验，或者是我不喜欢的感受，我不喜欢的经验，他们都成为了我成长的养分。在我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感谢，即便那个过程真的可能很不舒服，也很痛苦，可是那个痛苦确实也让我成长了。我的第3个发现，内观除了刚才上述前面讲那么多的智慧以外，其实它有蛮神奇的副作用。我自己在内观的10天当中，因为在很深层的禅坐里面，我进到了潜意识跟表意识的边界，所以我疗愈了我自己常年的一些身体上的状况，我的颞颌关节障碍，还有我的经痛，还有我以前运动的伤害，反而在禅坐的时候打开了身体的自愈力。后来我去跟那边的同学聊天，也发现有一些同学他们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来内观之后治好了一些病，好比说常年的偏头痛，差一点因为吃太多的吗啡跟止痛药，然后开始要上瘾了。后来现在医学常规医学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了，所以他开始去学内观，结果后来竟然改善了。而且副作用不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当你每一天10个小时都在感受自己有什么感受，
那么你的感受力就会变得超级敏锐，而且你会感受到很多你看不见的感受。我的灵感灵力大爆发，有非常多的管道反而在那个时候打开了。但我觉得这个都是智慧以外的副作用啦，但我没有办法保证它是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副作用。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会员频道看看6月份的直播。最有趣的就是，其实内观呢，它好像看似是一个佛教里面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扣回到我们现在身心灵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臣服啊。当我们可以放下对于所有的喜好的执着，我们臣服于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所有的坏事，我们都客观的观察，客观的去接受它，然后下一步我们再决定要去怎么做，我们不抗拒，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臣服。然后在这个臣服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学会了客观的觉察，所以我们在那个静心的当中也开始有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可以重新去为你的人生做选择。你就不会陷入一个无名的轮回里面，不断的在做一样的行为模式。有人批评你，你就生气；有人说你不好你就委屈，各种的。所以呢，反而会让你可以跳脱这样的一个他们说叫无名啦，但是基本上就是会让你跳脱这样的一个混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提升你的觉察力的一个方法。然后，如果你是共感人，很容易会因为别人的情绪就马上带动你的话，其实你去练习内观也会帮助到你。你这么敏感，那我能不能先观察一下这个感受，这是从我而来还是从对方而来？那现在面对这个感受，我是要直接跟他一样共感吗？还是我可以有其他选择？你反而可以在那个当中去找到一个更健康的方式去应对。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一次内观的心得。那有更多个人的深度体验还有经历呢，欢迎到我们的会员直播来看。那就这样子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